房地产泡沫处于什么境地呢？国家左右为难，破了吧，经济绷不住，而且财政收入窟窿太大；不破吧，人口没了，制造业等支柱产业得不到应有规模的资金注入，老百姓买了房的不希望降，希望它升，没买房的希望它跌。一个有意思事情是，在我国所有能力在调控房价这件事情上发挥能量的人，都和房价利益强绑定，只要有的选，房价下降就不会是一件主动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房地产兴衰史在每个国家都翻来覆去的演绎，原因就是房地产本身对国家而言，对人民而言都有不同的莫大吸引力。一场参与者看起来都获利的游戏，泡沫要维持住，首先房地产市场的有活跃的供需关系，房子就是个共同认同价值，大家觉得它值钱它就值钱。只不过我国的房子还有政府的强力调控，不单单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国家高价卖土地，之前的种种行为都向着推高房价的地方走，这房价能下来才怪。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如日本和美国，起码是知道泡沫有点大，会适时打压，比如加息等手段，以此期望获得房地产泡沫的稳定。虽然最后都凉了，咱们国家是只有涨，出了相关调控房价政策，一看到房价下跌，立马解开限制，让房地产活过来。我们国家收益最大的两个产业是金融和房地产。世界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游戏，和平年代比经济护城河，战争年代比血和肉，钢和铁。房地产是国家作为龙头，人民作为跟风盘，不折不扣的共同价值认同体。庞大到什么程度？我国的房地产是美国房市的2倍之多，杠杠有多大？我们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房价收入比全球最高，全球10大房价收入比城市，我国独占7座。短短10年，居民负债率翻了多少倍？2021年是 62%， 这还是估计数值，预计2022年底时 78%， 并且已经出现大量逾期。金融和房地产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底气所在吗？美国说，我们有美元霸权，我们有科技绝对优势，我们有战争绝对优势，我们有资本主义联合帝国，我们是发达国家，我们有苹果、微软、亚马逊、高通等待人类各个领域不可撼动的科技领域灯塔。中国自信道，我们房价高，我们有华为，有些经济强大，是大家都认同的强大，比如华为，科技筑底护城，有些经济强大，除了自己，没人认同。早些年我们国家依靠微薄的小商品市场迅速发展，薄利多销，创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标签。这些年，国家尝到了卖土地、GDP 高速稳固增长还不费心的甜头，资本跟风涌入，那其他真正重要的支柱产业，作为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资金来高速增长。现在楼市泡沫中的资本陷于困局出不来，楼市增值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实际额外的价值。如果接盘侠足够多，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目前而言，楼市基本是有房者之间的游戏，基本只有极少的新鲜血液输入了。中国负债率已经筑到顶了，逾期也迅速攀升。现在大部分买房的人都是加了杠杠在里面的，买不起房的，这几年的时间并不会改变他的财产数量级，他们依然买不起，这是庞氏骗局。市场的基本定律永远不会变，即便是国家的介入护盘拉涨，也只会增加市场某段时间内的支撑力。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那我相信第一个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既然现在已经不是美国，那么中国也必然不是。站在投资的角度，中国这只股票，世界寄予厚望，前期依靠人口红利、小商品市场等一次次惊爆全球的期望，世界相信它会以更迅猛的方式突破新高。即便估值过高，国内外资本也会乐此不疲地注入资金。当某一天大家发现这个国家人口红利没了，小商品市场后，也没有进一步在重要实业产业拿出亮眼报表。当资本意识到你的成长停滞，估值过高，资本回撤的力度会大得超乎你的想象。国家在这个事情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去年海淀区卖了2块的，
卖多少钱你们知道吗？拿地楼面价为 6.7 万每平方。拿地楼面价的意思是，出让土地价格除以该土地允许的最大建筑面积。你以为国家只赚取了 6.7 万一个平方吗？不是的，购房者如果是30年按揭，国家还要收将近10瓦一个平方的利息，30年按揭利息基本等同本金。房地产相关公司真的是背了黑锅，坏人当尽，两面受气。房地产这个行业技术壁垒几乎没有。我的意思是，你让华为来造房子，我相信他也能轻松造出高水准。反过来，你让房地产那批人去玩华为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其实金融行业也一样，真实门槛其实不高，但是它本身光环巨大，基本是想招谁招谁，所以就出现表面上的门槛奇高无比。那么国家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我以为是20年前我们家家户户基本都有存款，存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这对经济发展不利，钱不参与市场，市场怎么得到血液不断成长？我估计曾经是有先见之明的大佬提出，通过每个人都必须要买的房子，把大家的钱掏出来，带动房地产发展，并后续通过合理的调控，让百姓改变观念，积极参与到不只是房地产的市场中来。但这个臃肿低效而又庞大的组织，在看到短期的巨大收益之后，完全停不下来，就到了如今的地步。我们来聊聊这个房地产市场游戏。基于这么几个个人主观的假设，房地产新鲜血液可以忽略不计，人均杠杆且部分人杠杆筑顶。以下买方和卖方特指投机者，不包括理性需求者，描述群体，不描述个体。极富群体有理性收益来源，他们会把钱放在自己高收益的渠道中，绝不会只有房市，而且这部分群体玩的房市跟普通人没有半点关系。市场中的买方什么时候会执行买这个动作？买家觉得价格低，符合预期，或者买家觉得有升值空间，这是主要的两大方便。总结一下，就是买家觉得自己赚了，市场中的卖方什么时候会执行卖这个动作？卖家从低成本购入，并且自觉可以套现出场。原因有很多种，概括来说，最主要的是认为上涨空间不大，甚至会下跌，或者长期没起色，所以止盈。总结一下，卖家觉得自己赚了，且盈利最大化。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性是贪婪的，尤其是在房子这种价值巨大的事情上，贪婪会得到无穷放大。比如你会认为自己如果买了房子，单单靠升值就能让自己少工作好多年。北京的房子涨个10%，就可以让你少工作3-4年。之前的市场，大家都认为房价会不断上涨，所以就有了有能力上车的人争先恐后的上车，甚至本来上不了车的加杠杆上车，已经上车的加杠杆增加预期收益，所以就有了全民负债的情形。接下来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全民负债，杠杆迅速筑顶，没有新鲜血液注入的时代，这个游戏怎么玩下去？在局内的人，加满杠杆的人在希冀房价继续上涨，否则他就面临逾期，或者去杠杆抛售房产。但是抛售给谁？新鲜血液已经枯竭了，当然是抛售给同为局内的其他人。首先买方得看到有利可图才会买，你不降价，大家都看不到涨价的趋势，买房怎么执行买这个动作？更何况大家都是杠杆加满，买方力量很弱，房价不降，房价成交量会不断下降。这个时候看不到预期上涨收益的杠杆用户会去杠杆化，这种效应会像房价上涨时那么迅猛而有力。所以看看国家干了什么，最近几个月各地政府开始陆续降低房贷利率，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这是在进一步降低游戏门槛，让某些本来不配做血液的人强行带上杠杆入场作为血液，继续推动这个庞氏骗局的游戏。总结一下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因为有了巨量的杠杆，所以一旦没有上升的势头，不在外界大资金介入下，房价下跌是必然，但是不会跌破成本价，比如政府的平均拿地楼面价。接下来会是什么？可能会不断放松房贷资格，也可能会接着不断降低贷款利率。你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剧本？我只知道一件事情，08年美国的一个没有任何资质保证的妓女都可以拿下贷款并拥有数套房子，
其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呢？有房子的人和国家其实都不希望房价跌，所以是房地产的实际参与者，都是利益获得者。我感觉我们国家的房价没有软着陆的可能性，如果有下跌的可能，只有可能是暴跌。只有国家遇到了巨大的变故，比如人口下降实在太离谱了，房价与人2选1的时刻，才会不情不愿地选人。除此之外，你觉得会有谁，或者说有哪些人，会有足够的能量，敢义无反顾把降房价这个事情做下去？降房价是一件什么事情？是一件功在千秋、罪在当代的可怖之事。